在竞业 KAB 要定位为一个就是全面能源的玩家，而不仅仅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玩家都是做可再生能源，就是做太阳能而已。是太阳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太阳能能够符合到每一个人的要求吗？那不一定。那为什么我们做出这样多的这些解决方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首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商业能够省电省钱，那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呢，来接受我们拷问的是竞业集团。其实竞业集团呢是一家怎么样子的公司呢？他们是号称他们是领先的一站式能源与工程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那么其实呢，他们过去的业务啊，主要是在做这个电机业为主。那么在2020年，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嘛，然后呢，当时公司就面临了严峻的考验，所以他们就开始来思考要如何转型。那么一直到2022年11月17号的时候呢，公司就开始往这个所谓的可持续能源来做发展。那么其实当时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叫做可持续能源方案。那其实将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动作啊，并且他们在2023年6月份的时候呢，将他们的这个产品组合扩大，那么提供节能解决方案、清洁能源发电以及再生能源发电啊，成功的将这个净利润呢涨了高达20倍，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成就。今天就邀请到了竞业集团的 CFO 陈诗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聊聊，顺便来接受我们的拷问。欢迎你，诗豪。谢谢你，能姐，谢谢 BFM。是，那其实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竞业集团啊？因为虽然我们在刚刚这个开场的时候呢，有比较粗浅的介绍一下，但是我们很喜欢听来宾自己来描述他们的公司啊。顺便来跟我们聊一下，当初你们是如何看到可更新能源的商机，而且开始公司的一个转型呢？好，其实我们的公司在1997年成立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一家这个机械和电器的工程公司，可是在2017年我们在 ACE Market 上市，那2020转换到这个主板上市。可是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我们就开始这个可持续能源的之旅的这个转型计划。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会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转型呢？其实我们以前做了很多这些建筑项目嘛，那建筑的完成之后呢，很多客户都需要节能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要省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建筑物一个 building 还是一个 shopping mall， 他们很大的 utility 就是在这个电嘛，所以这个节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来应付这个问题。那很多客户都要这些节能解决方案的这个方案呢，那这是我们的开始，这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个转型。就是从2018年开始。那正如你所说的，疫情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时候，可是我们依然就是持续的去扩展，持续的去做这个转型。可是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说是转型成功吧。所以去年我们更换了我们的公司的名字，从 Kejuruteraan Asasetra Berhad到这个 Kinergy Advancement Berhad， 其实就是要更加反映我们现在当前提供的这个业务以之前的这个工程的业务是非常大的不同的所以现在我们有在可持续能源有不同的子部门，这个是总部门，这个能源的部门我们称我们的能源部门称为这个可持续能源的部门以下呢有3个部门，就正如能杰刚才介绍的，有这个节能解决方案是我们的开始，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发展到这个可再生能源，然后就有一个清洁能源，所以我们是有不同的能源资产的组合了。现在
了解。而且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呢，也是过去让你们的这个净利润不断的在翻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看看你们股价的表现的话呢，过去公司的这个股价的浮动其实蛮大的啊。你们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这个股价，也就是马币1令吉16 cent 啊。可是之后呢就开始下跌，那么截至到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只有38 cent。其实你自己如何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反应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这个进入这一个转型之旅了。那个时候，那有一群这个股东呢，他们也蛮喜欢这个 story。那个时候，我相信2021年是在马来西亚这个 ESG 的开始吧。2018年没有人在讲 ESG， 没有人在讨论 ESG， 可是2021年。应该有一群人在讨论这个 ESG 开始是一个热潮，所以有很多的股东跟投资者都喜欢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就投资进了敬业。那当然过后呢，这个 EPF 也发现到了我们的公司，他们也进来成为股东的之一。那所以你那个时候看到我们的那个股价升到那么高，那当然过后那个股价就 correction。那所以现在就是38线吧。可是我们在报告了我们的首季业绩过后呢，我觉得我们的股价也有涨了一点。那我相信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交出更好的净利的报告更好的这个业绩，我觉得那投资者也会对我们更有信心了。其实你们的首季报告，也就是2024年3月份的净利是497万令吉，那么跟上一个财年比较的话呢，就是2023年呢是240万令吉啊，那就是代表说，其实你们赚的是翻倍的啊。对，是，但是为什么股价还是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刚才您也说过嘛，但是感觉上，如果是你们的这个净利是翻倍的话，那应该股价会更高。其实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呢？其实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 PE Price Earning Ratio， 其实我们的 PE 是大概20多吧，所以说到这个 valuation 的话呢，是38线是其实蛮好的 valuation 的。以我们现在的净利来算的话，这一个 valuation 是蛮准确的，是蛮准确的。Okay. 当然如果股价要反映出更高的股价呢，就要看以后我们交出的业绩了。如果有更加大的这个 growth， 那就会更好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走得太快，投资太多，收购太多的关系？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些人这样子问，会不会收购太多，会不会走得太快？可是所以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是蛮艰辛的，因为疫情已经是带给很多这个企业蛮困难的一个日子。可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对的决定。那如果你看我们的业绩，我们业绩翻倍我们的净利翻很多倍。那今年也一样的，我们的首季报告也证明了也是翻倍。那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上也得到认可，好像去年这样子，我们纳入了这个FTSE for Good 布萨马来西亚的指数，还有 Shariah 指数。那 Petronas 也成为了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一些认可。那在今年呢前几个月我们也拿到了这个 Top 10 Energy Sustainability Award，这个是美国的一家杂志叫 Energy Business Review， 它只是选在整个亚洲，它只是选10家公司来给这个 award， 所以我觉得我们蛮荣幸的。所以会不会太快呢？我觉得不会，那刚刚好，所以我们能够交出这样好的业绩。了解，目前你们有14项的特许经营资产啊，那比起前一年增加了6项，那其中就看到了有这个电热联产厂，还有这个余热回收、太阳能光伏系统，还有沼气厂，还有这个小型水力发电厂等等的啊。对，为什么会选择在短短的1年期间增加这么多的资产？其实不是在1年里面，其实如果你看我们的报告的话，我们在2022年开始就已经公布了我们要收购这个水力发电厂，是还有这个沼气厂，还有一个太阳能的资产了。那我们就是在去年我们才完成这个收购所以不是在1年里面是在大概两年这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收购资产的时候，背后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思考呢？是
纯粹的去看说这些资产对于公司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贡献，还是说当你们在不管是收购资产的时候，或者是收购公司的时候，理念是否相同，对你们来说重要吗？其实，在我们在收购公司的时候呢，当然这个return 那也很重要的，那看多少%的 return 那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我们收购这些资产呢？是因为这个 concession income， 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做以前的这个工程的项目呢，那就是所谓的英文叫 EPCC 嘛，EPCC 你每一年都要不断的这个补充这个订单，这个 order book。那 concession income 呢就不一样 ，concession income 它可以让你持续10年、20年，那就 depends 这个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 的这个 tenure。那所以我们发现到 concession income 的项目呢的这些资产呢，它有着很高的 profit margin， 很高的 profit margin。它虽然这个首先的这个 capex 很高，可是它的 operating expenditure 很低，所以它的 profit margin 很高。所以我们的策略是我们要收集不一样的这个资产，这个能源的资产来巩固我们的 profit margin。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也许我们的 sales 没有起很高，可是我们的 profit margin 我们起得很高，翻了很多倍。那这是我们其中的策略了。但是收购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去检视说公司的财力如何啊。那今年其实我们就看到了你们收购了像 Future Biomass 还有包括了像是 Agromet Holdings 啊，那同时也收购了大马、印尼还有泰国的一些的这些泰国的设计太阳能工程的公司啊。那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一下子收购这么多的公司，在财政上面难道不会很吃力吗？如果你看我们的 gearing 的话，其实是不高的。对于一个asset owner company， 其实我们的 gearing 在0.6，大概是0.6吧，0.6其实是蛮低的，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收购更多公司。其实我们去年只有加了3间公司进我们的这个组合里面，就是 Future Biomass， 一个是 Solar， 还有一个是印尼的这个水力发电厂，3个公司而已。那我们今年当然也会继续的扩展，那就要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项目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当收购公司，那不管是在财务也好，或者是行政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整合的时候，其实因为一下子如果有跟很多的公司来进行整合或者是收购，有没有怎么样子的秘诀，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整合，或者是在不管在理念上面，或者是公司的运作上面，你们是如何去达到一个协调以及一致性？在任何转型跟在这个任何扩展我觉得人力是很重要的，人力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在敬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组合，那有一班很年轻、有才华、很有动力的一群的这个员工，那可是也有一群很资深的员工，就好像我的 Managing Director Dr. Lai 这样子，还有我的 Chairman Dr. Ong， 他们就是很资深，在这个领域上面很资深的人，所以他们也带领了这整个转型的计划，所以需要不同部门，需要不同的员工，有不同的这个才干跟不同的这个 capability， 来真的是让这整个转型，让这整个扩展的计划能够成功啊。了解，政府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有解除了能源出口的禁令啊，那么这项禁令肯定会对公司带来不少的收益，但是随着这个需求越高，其实供应方面也是需要提高的。那现在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马币贬值的问题啊。那其实马币贬值对于公司来说，会不会也就是相对的让你们的成本也提高了呢？那公司有没有怎么样子应对的方式呢？那所以我们在邻国上面做扩展，不但只是在马来西亚，在泰国也在印尼也是有这些资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这个 diversify 这个 risk 嘛当然也包括了 forex 这个外汇的 risk， 所以我们在邻国上面，我们在这个东南亚都会继续的在扩展了。那其实说到了在东南亚扩展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说，包括了菲律宾的 LCS 控股你们也是很像也跟他签署了协议，对，然后呢会在当地开发建设还有运营太阳能光伏站为什么是菲律宾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我们的邻国，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电费属于是算是最低的之一。
所以其实在泰国、在印尼、在菲律宾，他们的这个电费电价是很高的，高马来西亚很多。那身为一个这个电源的生产家，因为我们 own 这些资产嘛，所以我们出售这些电能。所以如果这个电价是高的话，那我们就会从中受益。所以我们好像在泰国的电价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在泰国每个月的收入是比这些 solar asset 的收入是比马来西亚高一点的，因为他们电价是高的，而且他们的太阳那边也比较烈。那在印尼就有很多这个沼气厂的这些机会，跟这些hydro 还有 solar 的机会。那菲律宾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这一带东南亚的都有很丰富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扩展在这些地区了，不仅仅是菲律宾，那印尼也是。这些都是很多机会的一些国家，包括泰国也是啊。因为前阵子我去泰国的时候才发现说，他们还有缺电的问题，还有停电的问题。对，其实菲律宾是很缺电的，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在菲律宾。那除了菲律宾跟泰国之外，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像沙劳越也有在做水力发电，它也是新能源的一种。对于你们来说，会不会也除了可能或许有人说你们会不会舍近求远啊？就是其实在自己国内的沙劳越也有这种新能源的这种机会，你们会觉得说沙劳越或者是东马会是一个未来可以去思考的方向吗？当然。那其实沙劳越有很多这些水力发电的机会，那也有最近这个 hydrogen economy 嘛，那沙劳越也在leading 这个 hydrogen economy。当然我们也会去 explore 这一些 opportunity 啦，在沙劳越。了解。好，那么其实除了再生能源之外，我看到你们的野心真的还是蛮大的啊，包括了5G 方面的发展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个再生能源或者是新能源这个板块，然后现在想要去另外，因为其实我相信5G不能说它完全不相关，但是它是一个通讯方面的产业，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玩家在里头了。对，为什么你们还想要？其实5G 需要更多的这个5G 塔，这个 telco tower，会需要比 4G 的 telco tower 更多。那所以其实机会还是有的。那现在其实这个5G 的这个商业的模式跟我们这个可持续能源的模式蛮相似的，因为它也是 concession， 因为每个月也是收租，也是收租一个 fixed income， 所以是蛮相似的，所以我们才决定进入了这个5G 的这个市场里面。我相信其实对于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你们的股价啊，那你们的利润翻倍，但是股价我相信可能当初在高位的时候他这个进场的朋友呢，他现在希望说股价可以慢慢的再回升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大概你们预估是一个怎么样，或者是你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怎么样子的信心啦？简单讲根据我们首季业绩的报告呢，如果根据这个趋向的话，那今年我们也会翻倍了。那当然股价在未来的股价当然也会反映出这一点，可是股价到哪里呢？当然这是一个未知数了，这是未知数。我们只能够说随着更好的业绩，那我们就会投资者会更有信心了。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聊 ESG 啊，那特别是你们是一家就是做这个再生能源还有新能源的公司，相信其实你们在这一方面的意识也应该是有一些想法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其实为什么我们在敬业 KAB 要定位为一个这个全面的玩家，就是全面能源的玩家，而不仅仅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玩家都是做可再生能源，就是做太阳能而已。是，太阳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是太阳能能够符合到每一个人的要求吗？那不一定。那为什么我们做出这样多的这些解决方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首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商业能够省电省钱，那是我们的首要目的。所以我们刚刚开始这个节能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就是帮这个建筑物省钱嘛，省电。那就是省钱嘛。那过后我们发展到了不同的这个能源的资产之后呢，那为什么呢？其实是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客户有不一样的要求，他们的状况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太阳能只限于你有多大的这个屋顶的面积，还是你有多大的地，你就能够做多少，对吗？
那如果你要做更多的，那你就不能再用太阳能，你就要用其他的能源的解决方案。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推出这样多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是为了我们的客户来省电啦。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 ESG 嘛，还有政府也推出了这个 National Energy Transmission Roadmap， 那很多这些净零的目标 Net Zero 的目标，对吗？那是否你可以依赖这个太阳能来净零呢，还是来达到你 ESG 的目标呢？这是一个未知数，那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做到。那就算你能够做到，你要花费的费用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不管是哪一个这个解决方案都好，是非常昂贵的。那其实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要帮这个商业的持续性，因为很多人往往这个忽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business sustainability。因为在这些所有的净零的目标，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其实是很贵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那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达到了这个目标，可是你的业务你的受影响，还是你不能继续营业的话，那有任何意义呢 ？What's the point？ 对吗？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客户达到这个省电省钱的这个目标之后，当然也能够达到 ESG 的这个目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啦。这是我们目的。为什么我们定位为一个这个能源的全面玩家，就是要看我们的客户的需求，来提供最适合他们的解决方案。了解。其实根据你的了解呢，其实再生能源或者是我们说新能源，未来在马来西亚它会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更具体的，我想要知道说，因为这个是每一个新能源的这些业主来的时候呢，我都会问的问题啊。你们的观察里面，你们觉得它会占马来西亚未来电能的%比会高达多少？然后其实你们公司接下来会在这个%里面，刚刚您有说嘛，就是其实你们做一个全方位的这个解决方案，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觉得在整个市场的占比上面，那贵公司又有一个怎样子的想法呢？这个旅程有很多玩家，当然有很大的，比如说 YTL Power， 他们是很大型的。那当然，他们也会从这些 ESG 还有 Net Roadmap 从中受益。那我们也因为在这一个领域里面，那当然我们也是受益的其中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最大的能源的潜力在这个电价。我们马来西亚电价还是太低了，因为有很多 subsidy。那如果你取出了 subsidy 之后呢，其实电价会很高，所以作为一个出售电源的一个玩家呢，其实对 YTL Power 还有对我们以后都有很大的这个 advantage。所以在马来西亚也这个 renewable energy 的 opportunity 是很多的，尤其是 solar 还有 hydro 还有这个沼气厂biogas。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能源的一个方向吧。至于多少%呢？我觉得政府有政府的这个目标了。OK， 就让政府去带领这整个 Net 的 target。了解。那其实接下来就是2024年到2025年，其实对你们来说，它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年份呢？你们会继续的进行收购吗？还是说你们还是会继续？如果有好的这个资产的话，能源的资产的话，我们会继续收购。OK，当然会。了解。那非常感谢金业集团的 CFO 陈世豪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拷问啊。那么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再请你回来。那不晓得大家对于金业集团这一家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你认为他们持续收购公司或者是收购这么多的资产，会不会真的是走得太快了呢？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对的策略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来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观看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